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袁。一个墨西哥大叔离奇遇害，警方调查几度陷入僵局，直到山洞里一张塑料膜的出现，让警方迎来了突破。凶手真的是他吗？破案过程非常精彩，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看完后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。故事还得从美国洛杉矶的好莱坞山庄说起。2012年1月17号下午，在当地公园入口处的铁门外，站着一个牵着狗的女人，她手里紧紧握着牵引绳，不停地朝道路的另一头望去，嘴上还不停地念着怎么会这么久的话语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让我们把时间倒退2个小时。这名女子是附近好莱坞山庄的住户，当天下午，她带着自己的宠物狗和母亲一起来到社区后面的小山上散步，本来一切都很正常，然而走到一半时，他的宠物狗突然变得很激动，似乎闻到了什么，在一处灌木丛下拼命刨土。还没等女子反应过来，有个奇怪的袋子便滚了出来，掉到了下面的沟壑中。那出于好奇，女子往下瞥了一眼，母亲更是非常疑惑，哪个家伙这么无聊，居然把塑料袋埋在公园里。来到袋子旁边，母亲发现好像是个人头，可站在上面的女儿表示，这荒山野岭的地方怎么会有人头？那是道具吧？她女儿之所以会这么说，是因为这片小山附近就是好莱坞山庄，许多娱乐圈的人在这里都有豪宅，所以出现表演道具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可话音刚落，她母亲就大叫了一声，因为地上袋子里装的是真的人头。母亲立马下山报警，并让女儿和宠物狗守在公园的入口处，避免别人破坏现场。1个多小时后，伴随着尖锐的警笛声，几辆警车来到了山脚下。在完成拍照取证后，法医将其带回了局里，第一时间复原了头像，以便让社区的居民辨认。可大家都说不认识这个人。在小山发现人头的事情传开后，立即引起了热议，因为案发地点就在好莱坞山庄附近。作为富人云集的社区，他们之前从来没有碰到如此恐怖的事情。发现尸体的地方植被茂盛，是埋藏尸体的好地方。凶手能知道这个地方，说明他要么来过这里，要么就是住在附近。虽然大海捞针很无奈，但探员还是排查了周围的住户，甚至挖了很多户人家的后院，可还是一无所获。当地警方组织了各路人员，以发现头颅的地方为中心，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。这下还真的有了新发现。在半山腰的地方，他们找到了2只脚和1只手，同样是被袋子装起来埋在土里。次日，搜索人员又找到了1只手，算上之前发现的头颅，现在就剩下躯干没有找到了。结果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。而另外一边的法医也传来了尸检报告，上面提供了几条重要的信息。其一，死者是一位男性，属于窒息死亡。其二，尸体曾被冷冻过。其三，凶手对解剖学有一定的了解。那最后一点也是不幸中的万幸，尸体腐败的程度比较低，以至于法医成功提取到了指纹。那属于数据库中一查，发现男子是66岁的赫尔维·麦德林，住在埋尸点附近的一栋公寓里。根据资料，麦德林来自墨西哥，早在案发20多年前便来到美国，效力于一家航空公司。他退休后居住在洛杉矶，经常在好莱坞山庄遛狗。就在发现尸体的几天前，当地警局接到了一份失踪报告，报案人是麦德林的男性好友马丁内斯。他告诉警方，早在半个多月前的12月27号，麦德林就前往墨西哥出差，中途曾打电话回来说自己会按时回来，可连续半个多月过去了，都不见他的人影。警方搜查了麦德林的住所，但房间内外都没有打斗和被盗之类的痕迹，用发光胺也没有找到血迹，整个住所非常干净，就好像麦德林真的是主动离开。但探员发现，麦德林的一个房间里挂满了许多绘画收藏品，像极了一个微型博物馆。那这就奇怪了，一个已经退休的航空工作人员，怎么有能力收藏如此多的名画呢？这时缉毒局的工作人员找了上来，他们说前几年麦德林曾和毒贩组织有过来往。那当时麦德林为这些毒贩的亲朋好友提供旅游顾问，从墨西哥到美国，其中的机票往返、酒店住宿、美食购物等项目，只要一个电话，麦德林就能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。那作为回报，麦德林则收到了毒贩的转账，或者是私藏的艺术品。刚开始缺钱的麦德林拼命接单，
但几年后就好像金盆洗手了。但也许是因为麦德林觉得自己赚够了，又也许是毒贩提出了新的要求，例如让他利用自己的工作便利为他们运送毒品。而就在洛杉矶警方往这个方向着手调查时，他们收到了一个新消息。在洛杉矶800多公里外的图森市，有人在荒地上发现了一具人类的躯干，这样警方感觉似乎有了新突破。可到现场一看，却发现两者腐败程度明显不同，它不可能属于麦德林。竹篮打水一场空后，探员决定把方向转回死者的周围人，例如和他住在一起的同性情人，40岁的男子马丁内斯。根据马丁内斯的说法，案发前麦德林准备出差墨西哥，可在第二次问询马丁内斯时，他却改变了以前的口供。他说自己也不知道麦德林具体要去干嘛，也不知道他准备从哪个口岸进入墨西哥，只知道他会在1月4号回到美国。说着说着，马丁内斯透露了一个情况，他表示如果一定要说谁最有嫌疑的话，那就只有他之前的男友威廉。在案发2年前的2010年，马丁内斯和男友外出散步，遇到了正在遛狗的麦德林。他闲聊后，麦德林就给马丁内斯留下了联系方式，并告诉他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可以暂时帮我遛狗，我会支付你一定的报酬。但这世界的缘分呢，就是这么奇怪，因为马丁内斯溜着溜着就溜到了麦德林的床上。他相识几个月后，马丁内斯便搬到了麦德林的住所，还向以前的好基友威廉提出了分手。因为不满足于马丁内斯的喜新厌旧，气愤的威廉对麦德林展开了报复，包括把刚新鲜出炉的马粪丢在了麦德林住所的走廊。那除此之外，威廉还多次打电话骚扰麦德林。电话中，他一边爆粗口一边说道：“你这不要脸的家伙，不要以为有几个臭钱就能抢走我的男人，你迟早会后悔的，你就等着下地狱吧。”面对警方的审问，威廉承认了一切，但唯独不承认自己是凶手。他说自己不知道麦德林为何会突然失踪。而为了验证威廉是否在说谎，警方给他做了测谎，但是威廉一次都没有过关。也许是威廉太过紧张，又也许他真的是凶手。可半个月后，警方找到了威廉可信的不在场证明，案发时他正在工作，不可能是凶手。案发几个月后，马丁内斯告诉警方，由于无法承担公寓昂贵的租金，他打算搬到其他地方生活。由于未能找到躯干，麦德林的葬礼迟迟无法举行。他凭借随和善良的性格，麦德林在生前认识了许多好友，所以几乎每2-3天就有人致电警局询问破案进展，这给当地警局带来了很大的压力。一些比较激动的居民表示，我花这么多钱买了这里的别墅，就是贪图这里的治安环境，那结果现在我连大门都不敢出，生怕那个凶手突然跑出来把我也大卸8块。就在大家以为这起案件会变成悬案时，邻国加拿大警方传来了一个重要消息，他们刚刚抓捕了一个连环杀手，他名字叫做卢卡·马里奥塔。喜欢看犯罪类节目的观众也许会觉得好像在哪里听过这名字。没错，就是这个家伙。他残忍肢解了中国留学生林俊，事后还将4肢分别寄给了加拿大的联邦政党以及温哥华的2所小学。那发生在加拿大的事情怎么会和麦德林这起美国案件扯上关系呢？因为国际刑警调查时发现，卢卡这家伙曾在美国洛杉矶待过，而且就在好莱坞山庄。更加巧合的是，这家伙此前经常向老男人出卖肉体赚钱，给他们提供特色的同性服务。为了获得关注，卢卡还在各大社区网站上留言，其中就包括好莱坞博客，在留言中提到了麦德林这个案子。作为基友俱乐部的资深成员，以及同样被肢解的受害者，麦德林的死或许真的和卢卡有关。在仔细比对了卢卡案发当年的行踪后，探员发现凶手居然不是卢卡，这给洛杉矶警方狠狠泼了盆冷水，警方再一次失去了嫌疑人。后来调查组加入了新成员，和上一批人马有所不同，这一次调查组重新审视了一切证据，还真的在死者的通话记录中找到了突破。马丁内斯提供给警方的那个墨西哥电话号码，并不是死者在墨西哥使用的电话，而是死者一个墨西哥好友的电话。那说到这里，肯定有人会问，这么大的漏洞，警方怎么现在才发现？这办案能力也太弱了吧？那对此小袁想说，那很多时候警方在初步调查案件时，不可能每一条线索都会仔细过一遍，因为警力资源永远都是有限的。
警方一般会从比较有代表性的线索入手，例如调查死者的公寓。当这条线索实在查不出，他们才会推倒重来，回到原点。那况且我们作为局外人，只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审视案件，所以没必要留下过多事后诸葛亮的评论。也请大家记住一点，有时候并不是警察太无能，而是凶手太狡猾。那回到这起案件，马丁内斯再次成为了警方的嫌疑人。如果凶手真的是他，那动机是什么？证据又在哪里呢？先说动机，警方调取了案发前1年两人的银行信息，发现在案发前1个月左右，麦德林和马丁内斯两人一起开了一个支票账户。马丁内斯失踪的那个月，麦德林的社会保险资金突然被转走，而操作人就是假扮麦德林的马丁内斯。谋财害命的动机有了，那证据呢？仅凭借这个转账记录，警方是没有办法定罪的。直到案发2年后的2014年3月，一个来自山洞的线索改变了局面。这个山洞是洛杉矶有名的网红洞穴，因为蝙蝠侠电影曾在这里取过景，所以被游客称为蝙蝠洞。当时有群工人在洞口挖土，挖着挖着，居然挖出了一个塑料包裹，用铲子一翻，却看到有3块腐肉。几名眼尖的工人看出了异常，便马上报警。把一把包裹运回局里后，小心翼翼把外面的塑料膜铺平，然后提取了腐肉的 DNA， 结果发现它正是属于死者麦德林。这个新线索犹如深水炸弹，炸开了案件僵持已久的死寂。看着眼前这张塑料膜，探员陷入了深深的沉思。我怎么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？测量了塑料膜的特征数据后，调查组询问了一些超市老板，但他们表示都没有见过这种塑料膜。这种材质和尺寸不像是店里的普通防水布。直到后来，麦德林的一位亲戚告诉警方，他在叔叔家里见过这种塑料膜，叔叔此前曾用它来保护自己的名画。听到这话，警方立即派人赶到麦德林公寓，结果还真的找到了类似的塑料膜。到了这一步，仅让马丁内斯的犯罪轮廓越发清晰。要知道，和死者同居的他是最有条件使用塑料膜的人。除了塑料膜这项证据，警方在马丁内斯的电脑里又有了新发现。在2011年12月27日，麦德林被人见到的最后一天，马丁内斯曾上网搜索如何肢解人类尸体。几天后，他又浏览了一些珠宝网站，很可能为盗卖麦德林的艺术品做准备。凭借通话记录、转账记录、塑料薄膜、浏览历史以及其他几样间接证据，警方得出了具有唯一性的结论：凶手只可能是马丁内斯。当警方再次找到马丁内斯时，他已经从加州的洛杉矶搬到了德州的圣安东尼奥，在运动场负责后厨工作，还和一个女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开门后，看到突然到来的警察，马丁内斯错愕了几秒，整个人一脸茫然。他的妻子一脸疑惑，直到看到警方手中的逮捕令。马丁内斯拍了拍妻子的肩膀，说道：“我很快回来。”然而，自从走出这个家门后，门口便再也没有出现他的身影，因为马丁内斯1级蓄意谋杀罪名成立，被判处25年监禁。我是小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